大家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湘西的大山里面。之前我发了很多视频，都是关于闲置房的，所以在我的视频留言还有私信留言里面，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大哥大姐，他们想在农村去找一些闲置的农房，然后买下或者租下来进行养老。那今天我们此行的目的也是受一个台湾大哥的委托，他想回到祖国大陆这边来养老，想找一处比较僻静、比较独门独院的房子。那我从身后的这条挂壁公路开车进来的，一路开进来，发现这边的景色还挺不错的。虽然两边都是陡峭的悬崖绝壁，但是在我身后不远处，也就在悬崖绝壁的上方，建的有一栋2层半的砖房，房屋的结构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挺不错。那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在看这栋房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峡谷的底部，似乎有2、3户人家。对面呢都是陡峭的悬崖峭壁，更神奇的是悬崖峭壁之上，那边还有一栋房子，里面有一条挂壁公路，我把镜头拉近给大家看一下。太神奇了吧！里面据说是有一条公路可以通往那栋房子的位置。山重重，山青青，晚风灯笼起雄浑，水弯弯，岸水粼粼，千转百回流青春。火啦啦啦啦火，吊家楼上的伴着我。天悠悠啊悠悠天，小北楼中梦醉人。高山有好水，不悲壮高举。高山有好水，甘泉养士气。这栋房子的背后是一处苗寨，住着几十户人家。这边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是没有车的，这边也没有公交车，所以当地生活的老百姓出行全部都是步行出去。这边距离镇上将近有4公里，距离县城将近有33公里。这条悬崖峭壁的公路是前10多年修好的，道路完全都硬化了，弯弯曲曲，开车进来不太好走，路面宽将近有5米左右。这栋房子是没办法进去的，大门紧闭，并且都打上了围墙，应该是住的有人。我们可以看一下，是栋3开间的砖房，应该是3层楼，2楼都是有房间的，然后在里面应该还有个院子，平时车辆应该是可以从这边开进去的。站在房子的边上，可以看到整个峡谷的景色，
还是非常美的。峡谷很深，从这边目视一下到峡谷的底部，将近有200多米。底下这边还有一栋房子呢。然后这处挂壁之上的房子，今天我们就不进去看了，有机会下次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边非常的僻静，基本上很少有人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外墙前面贴的是瓷砖，棕色的，然后侧面呢粉刷的应该是白色的涂料。房屋的结构倒是挺不错的，房子的进深将近有8米左右。但是这栋房子的基础看着就很吓人了。这栋房子啊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所以它的基础是非常难做的。然后在房子的底部有一条公路，穿过房子而走到下方。在这边拍了会儿视频，进出的车辆还是挺多的，迫不及待想去身后的这个寨子去转一转，看看这边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那如果让我在这边生活啊，想想我都不敢。刚才拍了会儿航拍，太吓人了，这个地方四处都是悬崖峭壁，在这边孤零零的一座房子，想想就有点怕人。那朋友们，你们知道是谁在这边建的房子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好了，这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在湘西许多古村落当中，极首是太平乡的司马村可能难以在风景、建筑特色上取胜，以至于今天我们来到这里都看不到它有什么奇特之处，更不敢想象在这里曾走出过22位戎马将军，其中近代还有一位以画马享誉海内外的大家张义珍。据村里面的老人说，他画的马能够活动起来，活灵活现，他也与徐悲鸿齐名。尊敬的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吉首司马村，我身后有条小路，那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些小路进入这处最富神秘色彩的古村落去看一看。其实当我们今天来到村子里面，依然感觉这个村子很安静，一片祥和的迹象。村子里面也很少看到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但是当你走进村子之后，和当地的一些老人交谈，你才会得知这个村子曾出现过最富传奇的一屋8男丁9员官的大家族。那这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说这家人有8位男丁
其中有一位是他们家的放牛童，最后也当上了将军。从这里也可以说明，虽然湘西在古时候是很偏僻的地方，但是当地人还是会付出极大的努力，寻找走出大山的机会。但凡有一位飞黄腾达以后，就会带动家里人一起奔向飞黄的前程。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当你来到村子之后，村里面的老人还会告诉你，村子曾经出现过一位大官，还曾享受过奉旨葬坟的待遇。意思就是说，这位大官生前在朝中的官职非常的大，人死了之后，皇帝还亲自下旨为他埋葬。这里也曾设置过黔州城衙门的分理处，所以自古以来司马村就有一条官道。我们也知道湘西这边古时候陆路交通是非常闭塞的，基本以外界的交流都是水路去完成。古时候往云南、四川等地赴任的大小官员都要经此路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司马村。司马村的下方有一条溪流，古时候水位是非常高的，过往的船只也是非常多。在这边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经此路过的大小官员，文官需下轿，武官需下马。如今村子里面依然有一处拴马的石柱，待会儿呢我们走进村子去看一看。据当地的老人说，原本这是有2块石柱的，后面断了一块，现在只保留下了1块了。碰见一位大叔和大娘正在晒谷子，我们走进去看一看。这个是竹子编的吗？专门用来晒稻谷、晒玉米的。哎呀，朋友们，你们那边有这样的，这个叫什么？垫子啊。哦。那个晒谷子的垫子了。晒谷子的哦。刚刚打的稻谷吧？打过。哦，刚刚打的哦。打完了没有？还没成啊？今年种了几亩地啊？种了2、3亩地，天干了。天干了。干了地，那个地还是得了。哦，田还是得了。收成怎么样？今年？差不多。没有往年那么好。没有往年好。大叔，你们这个寨子大部分都是姓张吧？大部分姓张。姓张哦。你们这个寨子，我看了一下资料，出了20多位将军啊。太厉害了。我在这个，我会出将军啦，这我没出了。哦，古时候出将军。哦，这是没出了。现在还出人才吗？现在没出了，没出将了。哦。原来这是张明华，是我们这里的。哦。张明华。哦。是这样子的啊。那就金代以后就出了，应该是张义尊先生哦。对，他就是画马。他也是一位将军呢，画马的将军呢。画马的将军呢。对，也很厉害的。他画的马好像能活嘞。能活啊？他画的马能活嘞，也往狗里去了。哦，这样子的。那可能是传说啊。不是了，就我们这样也往狗嘞。哦。那他应该是你们的祖辈啊，你们叫他什么？他上一尊他是腰子帮，我们叫他做阿公。阿公，叫他阿公，应该爷爷辈以上了。对，爷爷辈以上。现在我们也走在了官道之上，以前这都是达官贵人所走的路，朋友们，其实挺有幸的。如今已经修成了马路，可以通车到寨子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路边的这些石头啊，都显得是非常的古老。7开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呢？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石块呀，垒砌的还是比较的整齐，上面有很多岁月留下的痕迹，看到没有？包括这些台阶路，我觉得走在上面都显得特别的沧桑。如今这座房子应该是没人住了，但是依然留存在这个位置。
这座房子的背后应该就是靠着大山了，它的后面应该是一堵泥巴墙，走进去看一下。这个泥巴墙啊，时间久远了之后，这上面的泥土啊，已经风化了许多。房子是木质结构的，走到正前门，我们去看一看。院子已经长满杂草，哇，上面的瓦可能会掉下来，我们站远一点，别靠得太近。数一下，1、2、3、4、5、6、7开间，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的房子啊，朋友们，在湘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许在很多地方可能都是很少有这样的房子建筑的。这座房子的历史应该是非常的悠久。我们走进去，看能不能适当的靠近一点，看里面的结构怎么样。这底下是垫脚石，防止这个木头和地面直接接触受潮。里面都是也是挺简陋的，每一间只是一个房间吧，非常的简陋，里面也没家具，应该这家人啊可能搬出去了，所有的家搬走了，地面也是没有硬化的，完全都是土质结构的。这边应该是整个房子的大门。后面是泥巴墙，这个做了一个阁楼，这边有一张床，曾经有人在这边生火的。这是灶台，走进去看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是3口灶，3口灶分别放上3口大锅，一般前面这个灶啊就是炒菜的，中间煮饭的，最后面应该就是煮一些猪食的。啊，这个碗柜都显得特别的古老，挂在墙壁之上。还有一些物品，曾经这家人应该我在想，可能搬迁的时间也不是那么久。这里有个桶子，可能是装米的。这算是一个古董了。这边还有一个碗柜，但是已经坏掉了。每一间房子后面都是留着窗户的，还有门，只是把这些都堵上了。我的印象当中，像这些古老的房子啊，一般在窗户之上还有门头之上都会刻的有精美的雕花，这座房子是看不到的。只是这座房子的建造呢比较大，可能在当年呢也是比较有钱的大户人家，应该是某一位大官他的后代所建的房子，并不是以前保存下来最为古老的房子。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张义尊先生的院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这座房子是他哥家的，如今房子里面依然是住着人，上面有2块牌匾，我们就不进去看了。在旁边才是张义尊先生的老房子，也就是他的故居，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刚才也就是他的孙子辈给我说，前面这一块以前是2座房子，这2座房子以前是做私塾用的，也就是那个年代啊教书所用的。再走过去看看他们家的老房子，我查了资料，张义尊先生他的古房子呢，老房子在门头之上是有一块牌匾的。刚才我也问了他的应该是孙子辈的这位大叔，他说现在这块牌匾呢已经收起来了，因为这座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从外面的结构可以看得出还挺好，但是现在房子里面已经变成一座危房了。
这里有木梯可以上到2楼，这是阁楼。这边呢应该是堂屋，为什么这个堂屋这么小呢？其实是有原因的。这是房子这面呢应该是梁倾斜要垮了，他的后人呢就用砖封了这样的一堵墙，把这个梁啊给支撑起来，要不然这个房子可能真的要垮掉了。这个堂屋其实除了这面墙应该还是挺宽的，旁边这是卧室，这边呢就是张义尊先生的书房了。当然书房现在也是倾斜的非常的严重，可能也要倒塌。这是2层楼了。哦，这个原本是2层楼的，现在只看到了1层。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有个应该是个屋檐，还是很精美的。这边还有一颗缸。其实这座房子我们仔细看一下，为什么说这座房子在当年呢也是比较好的一座房子？其实从它的垫脚石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非常的精美的。大家来看一下这块垫脚石，它都是经过精心的打磨了之后，一个圆形的垫脚石，防止木头与地面接触受潮。包括它的底下完全都是采用的长条形的石块，但是这些柱头啊，时间久了之后没人打理，依然是腐烂了许多。大家可以看一下镜头前方的这块匾额，是张义尊的夫人，也就是吴佩君，在72岁的时候所写的。刚才这位大叔告诉我，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所写的。现在整个房子啊快要倒塌，所以说这块牌匾呢，他就留着放在他家里收藏起来。我们都知道湘西自古以来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出现一些比较好武的人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对于武官的出现，文官可能就比较少，因为这边偏僻落后，读书人本来就非常的少。当然这样的解释可能大家抱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好了，我是石头，喜欢请记得关注我，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下雨了。我们这边啊，有句古话说得好啊，起无要淋，意思呢就是起房子的时候啊，要被大雨淋湿。那今天呢，久违的大雨了，这段时间天天都在天晴，温度还挺高的。看到我身后吧，这边是清水江的江面，环境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师傅已经开始进场了，要改造身后的这栋房子。现在就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啊，时隔1年，杂草丛生。去年我来的时候砍过一次，基本上院子都砍干净了。今年呢，又长满了杂草，现在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我们再看整个房屋怎么去改造。大概在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了。后期呢，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分享视频。这边都是一些杂草，还有灌木丛，在那边呢都是竹林，有绵竹，还有苦竹。这栋房子啊是3住4的房子，进深呢只有将近6米，楼层高度
将近有4.5米左右。这栋房子靠近清水江边，只有3、4米。门口呢是一条进村的道路。当然，村子里面绝大部分的房子呢都是在这边，所以这栋房子我们改造好了之后，基本上是只有我们自己从这条路走，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闹中取静吧。这边的杂草比人还高呢。清理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房子了。今天雨下的也是比较大的。给大家看一下清水江的江面，水是碧绿碧绿的，非常的干净。底下是有一座水电站，有水坝的，所以呢，涨水的时候，基本上水位呢也不会涨多高，大概也就涨个1米左右吧。这边的江面宽度将近有400、500米，深度呢有好几十米。那边呢是一座悬崖峭壁。以后呢，我们的车是直接开进来，可以停在院坝的。旁边呢都是邻居家的玉米地。这边比我们那边气温高一点点，所以这边的玉米大家看一下，都快成熟了。这栋房子距离城里面有16公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有4公里，交通是很便利的。进村的道路都是宽5米左右的水泥路面。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以后在这边住的话，我们要接一根网线过来。现在门口的这片杂草已经全部清理的差不多了，还有门口的这个棉竹现在也全部砍倒了。待会儿呢，我们准备给它清理出来，就在门口的这个位置呢，给它全部烧掉，要不然这么多的竹子搬出去太麻烦了。刚刚我们来的时候都看不到房子了，现在把这些杂草和竹子清理干净了之后，就可以看到房子了。这些都是棉竹长出来的竹笋，我们这边是没人吃的。终于站在院坝，可以看到清水江的江面了，非常的漂亮。大家发现没有？这些棉竹它是集中长在一起，它不像苦竹的，苦竹呢是到处长，
我个人感觉绵竹好像还好一些，最起码呢，它不会到处生长。像那些苦竹啊，都已经长到房子里面去了。经过一天的努力，整个院子现在已经清理出来了。早上我们来的时候还下着雨，这边啊一大片的竹林。现在把竹林砍掉了之后，整个房子的视野非常的开阔。这边就是清水江的江边，站在院子就可以看到江面了。实际上，这个位置砍掉竹林之后，我们才发现是有座土坎的，大概高约2米多左右。这边还是一个很深的凹槽。原计划在这块位置，我们准备加建一个厨房，还有餐厅的。但是现在是有个难度，这么深的一个凹槽，该怎么给它填起来？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准备在这边打上墩子，然后呢，打橡胶板，在橡胶板之上再盖厨房和餐厅，这样的一种方案，大家觉得可行吗？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整个院坝。这栋房子啊，我们清理出来之后，发现有几根立柱已经被雨水浸泡腐烂了，包括屋顶上的瓦条还有领子，基本上都用不了了，要重新全部换掉。好在整栋房子大部分的立柱还是比较好的。整个房子以前只有2个房间，1个客厅。那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一个改造，准备把这栋房子做成底下有4个房间，上面2个房间，再加1个客厅，加个厨房，还有1个餐厅，再加上2到3个卫生间，看到底行不行。目前的计划是这样子的，大家拭目以待。这边啊也是很高的一座土坎，相当于我们的院坝呢是直接到了马路的边上。我们在这个位置呢留个排水沟，准备把整个院坝呢加宽到这块区域来，也准备是打上墩子，上面呢直接做水泥的硬化。这栋房子建了差不多有70年左右的时间了，整体的结构都还是挺不错的。以后呢，进入院子的大门也是从这边进去，车子是可以开上去的。今天到下午气温也特别的炎热，师傅们做工啊，满头大汗。不一会儿呢，我们一到江里面去游泳，洗个澡，实在太热了。整体的情况目前就是这个样子了。明天呢，我们准备带上工具，初步的规划明天也要差不多制定出来。那这期的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